霍家资助了个孤女，一来就对着我叫嚣。我跟你们这些含着金汤匙长大的有钱人不一样。你讲不讲道理啊？他自诩清高，在贵族学校里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个遍。我的联姻对象霍景琛却质问我：“你为什么就是容不下易柔？我们的联姻就此作罢吧。”他以为我非他不可，却不知这场利益交换的豪门游戏，在他跟白易柔站在一起时就已经出局。抱歉，女士。我明明收到了邀请，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这谁呀？穿成这样也敢来首富沈老爷子生日宴？估计是想混进去见世面的吧。我爷爷的生日宴，所有宾客都必须穿晚礼服，这点邀请函上早已说明。怎么，霍家已经穷到连件像样的礼服都买不起了？我虽被霍家资助，但我有尊严，我绝不会多拿霍家的一分一毫。倒是你，仅仅是仗着家世好，就要这么欺辱人吗？我就知道沈芷怡，你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羞辱易柔的机会。对不起，景琛哥哥，是我固执，给霍家丢人了。你无需道歉。你虽然穿着不够华丽，但品性高洁，不知比某些金玉其外、败诉其中的女人强多少倍。不就是个破宴会吗？既然你瞧不上易柔，那我们霍家也没必要再参加。霍景琛也太不给沈芷莹面子了吧？他们俩好歹是名义上的联姻关系。自从霍家有了那女孩，霍景琛的心思早扑在白易柔身上了，哪还看得见沈芷莹？这也正常，沈芷宁可是出了名的草包，除了那张脸一无是处。受霍家资助那姑娘，听说聪慧伶俐，品性坚韧。虽然沈家是首富，但就沈芷欣这个不学无术的草包独女，要是被退婚了，沈家可就难喽。那倒不会。霍景琛再不喜欢他，也分得清轻重。况且沈芷宁那么爱他，爱得要死要活，怎么可能舍得主动退婚？3天前，我的脑海里突然多出一段记忆。原来我仅仅是本豪门小说里的一个恶毒女配。原著里，作为首富沈家的独女，我爱霍景琛爱得要死要活，他却爱上了他爹资助的孤女白易柔。我因为嫉妒，处处挤兑他，更是怒甩3000万，逼他离开霍景琛。白易柔一面叫嚣着贫贱不能移，一面收了我的钱出国深造。2年后，他学成归来，哭诉着我是多么的以钱压人，他是多么的自尊自爱，迫不得已。2人冰释前嫌，和好如初，转头开始对付我，最终害得我家破人亡。偌大的沈家被霍景琛收为囊中之物。舍不得退婚，你们很快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孝。宁宁怎么去门口接个人去了这么久？景琛那小子来了没？爷爷，霍景琛为了白易柔，刚刚当众拒绝参加您的生日宴。这是在打我们沈家的脸啊！他霍家近日仗着你那个糊涂爹分给他们的几笔大单子，捞了不少钱，我看他是飘了。他们霍家都已经忘记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。母亲生下我后就撒手人寰，父亲这些年一直不娶妻生子，外界都赞扬他对母亲用情至深，对我极尽宠爱。我们沈家的千金不需要学那些辛苦的东西，
你只要每天开开心心买买包、逛逛街就好，天塌下来有爸爸顶着。景琛，你以后要好好学习，帮叔叔打理公司，照顾好芷宁。我觉醒后才知道，母亲是因为发现父亲暗恋霍景池的母亲，才产后抑郁而终。父亲刻意将我养废，让我联姻，不过是为了将整个沈家的家产名正言顺的交给整个沈家。只有爷爷是唯一劝我好好学习经营公司的人，可在原著里，爷爷却在生辰宴后不久被那个糊涂父亲气死。这一次，我绝不让悲剧重演。爷爷，我决定了。决定什么了？我听您的话，去商学院念书。从今以后，我要好好跟您学习管理公司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能想明白就好。你爸那个逆子胸无大志，我一直不放心把沈家交给他。至于这场联姻，之前是你说非他不嫁，爷爷才勉强同意。你现在要是看清楚了那小子的真面目，不想嫁了，爷爷拼了这条老命也替你做主。谁说女孩一定要依附于男人？只要你肯学，日后整个沈氏集团，爷爷都交给你。好，爷爷，您就看我的吧，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沈芷宁还真来上学啊！她不是整天沉迷奢侈品和恋爱，吃不了一点苦吗？这你就不懂了，肯定是看见霍景琛和白亦柔出双入对有危机感，来咱们学校追男人了呗。商学院他说来就来，不过来了也是受辱。白亦柔开学起没掉出过前10，学分早修够了。就沈芷宁那草包，期末修不够80分，通通得退学。反正他来了，肯定跟白亦柔扯头花，再狂舔霍景琛，首富孙女当舔狗，以后校园生活不无聊了。不过是个除了有钱一无是处的草包，根本不足为惧。如果他加入这班，注定只能做我同桌。他那么喜欢我，上课肯定会死缠烂打。我给你10万，买你这个位置。我的天！好嘞，大小姐，马上办。谢谢大小姐，您就是我的活菩萨。欲擒故纵的手段而已，故意用这种方式吸引我注意，可笑。沈芷宁，你居然在认真听课做笔记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不学无术可不行，好歹我也得跟上老师的节奏。可你以前落下的功课那么多，能听得懂吗？放心吧，我爷爷已经专门给我请了最顶尖的家教，我相信不久后就能完全跟上进度。沈芷言，你太过分了！每个人都有尊严，你凭什么以权势和金钱压迫别人，逼着他把座位让给你？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圣洁之地，不是助长你的歪风邪气的。你赶紧给这位同学道歉，再把座位让出来。白亦柔，你快闭嘴吧！我没有被强迫。你别怕，由我给你做主。沈芷宁不敢拿你怎么样，我们要勇于反抗强权。哟，白亦柔又在多管闲事儿。上次弄坏我钢笔的事，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我以为那支钢笔是你们抢的，所以才会去夺，谁知道不小心摔坏了。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？随便误会一下就要弄坏我的东西，那是我爸从巴黎带回来的价值30多万，你不配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
让白易柔打着公平的旗号，在学校里到处多管闲事，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，遍地都是贵族子女。他这么折腾，处处碰壁，也是活该。放心吧，他不会怎么样的。等会儿肯定会有人来一出英雄救美。他和霍锦琛的感情，靠的就是这种事儿来升温呢。住手！易柔，没事吧？沈芷莹，我都答应跟你联姻了，你为什么还是要欺负易柔？再让我看见你教唆别人欺负易柔，别怪我向你退婚！这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明明一直在这坐着刷题，碰都没碰他。谁知道呢？真是人在教室坐，锅从天上来。景琛，不要说气话，沈叔叔那么器重你，沈芷宁又这么喜欢你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在一起。那又如何？他欺负你，就是跟我作对，我绝不容任何人踩到你的头上去。所以，霍锦琛，我们的婚约就此取消吧。什么？我说，我们的婚约作废了。沈芷宁疯了吧？居然主动提退婚。他以前为了霍少，几个亿的单子可是说送就送啊。欲擒故意纵罢了。沈总那么器重霍少，一副女婿非他不可的架势，沈芷宁怎么舍得离开他？既然你这么容不下易柔，那我们的婚姻就此作罢。周末我会亲自去沈家拜访叔叔。随时恭候。沈小姐，今天的2节私课你完成的非常出色，谢谢老师，辛苦了。张阿姨，拜托送一下老师。小姐，发生什么好事了？怎么这么开心？今天可是个百年难遇的好日子，我当然开心。要是起晚了，错过了，我可是会后悔很久的。哈哈，景琛啊，这次的项目你的提案发挥很大的。昨天，沈叔叔，我今天来没开玩笑，我就是来跟沈芷恒退婚的。我霍家虽然不如沈家家大业大，但我霍景琛也就不会娶一个心胸狭隘、一无是处的女人当妻子。沈芷莹，你又在学校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？赶紧给我下来，给景琛道歉！沈芷玲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跟你说话呢！听说你为了让白逸燕难堪，还吹到景琛他们学校去了，用你从小到大不爱学习的性子去商学院凑什么热闹？赶紧退学！学是不可能退的，不过这婚约倒是现在就可以退了。沈叔叔，你也看到他的态度了，我无话可说。我霍景琛有自己的骄傲和尊严，今日在沈家受的这份屈辱，我记下了。哎呀，景琛，你别走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他这就是看你和那个白易柔走得近，吃醋了。女孩子嘛，口是心非，你回头哄2句就好了。况且我沈家这么硕大的公司，以后可还指望着你来经营呢。沈芷宁她懂什么呀？从小到大就只会吃喝死乐，你千万别跟他计较。看在沈叔叔的份上，这婚咱别退了。老爷这也太偏心了，怎么能当着外人的面这么贬低大小姐？到底图什么呀？他如此急迫，是怕我嫁不成霍景琛，还是怕沈家这硕大的家产以后落不到霍景琛手里？我当然不想放弃沈家，但也绝不可能任他拿捏。大小姐，你看霍少那样子，他明舍不得咱们家的家产，却还在这儿端着架子摆谱拿捏呢。只可惜他的算盘打错了。保安部吗？带人来客厅。爸，既然你这么想跟霍家联姻，那不如你自己嫁给霍景琛吧。子欣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退婚的事儿，看来你做不了主，我只好请爷爷出面了。还有爸，你记清楚，这栋别墅是爷爷当年送给我的成年礼，我是这里唯一登记的主。
现在你们2个人的存在严重影响到了我的心情，我请你们滚出去，没问题吧？大小姐，给我把他们2个扔出去，永久拉入别墅，出入黑名单。沈芷莹，你会后悔的。请。董事长，您别生气，少爷和沈大小姐退婚的消息，今天晚上在圈子里一传开，我立刻就向您汇报了。只是没想到您会连夜坐飞机从外地飞回来。我能不回来吗？我不回来，霍家就要被这个逆子给毁了。去，把那个孽障给我叫到书房来。不要意气用事。就算沈芷莹废物草包，你看不上她，也该为霍家着想。那又如何？一柔说的对，沈家不过是仗着有权有势而已。沈老爷子已经老了，沈父又胸无大志，沈芷莹是个废物，沈家早晚会没落。而我会带领霍家走向辉煌，自己去争取想要的东西，绝不向沈家低头。你可知沈家的财富多到你难以想象？能积累到这个地步，能力、天赋和时运缺一不可。就算你努力一辈子都难以企及，要是你娶了沈芷宁，这些就唾手可得。况且沈老爷子雷霆手段，沈开明又器重你，你要是能进沈家和沈老学习，比你在商学院读100年都有用。爸，你不愿娶沈芷宁，该不是因为白亦柔那个咱们家资助的女孩吧？我当初不过是看在他父母救了你母亲的份上，才决定资助他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明日就让管家断了他的资助，送回乡下去。好，下周开学我就去找他。态度好些，他自小被沈老娇生惯养，脾气难免骄纵，你多顺着他点。少爷，您没事吧？董事长他也是为了您的前途，要不您委屈一下，去跟沈大小姐说几句好话，道个歉。道歉？他沈芷玲也配？可他今天下午态度那么强硬，甚至把您和沈总都赶了出来，还要退婚。他那不过是欲擒故纵的把戏。开学后我给他个台阶，他自然会求着我复合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果真是聪慧伶俐，这几个商业案例剖析的入木三分，比你那个不争气的爹不知强上多少倍。高兴的我都想要小酌一杯了。爷爷就是因为喝多了酒，跟我爸发生争吵，急火攻心而死。管家，把酒收起来，以后书房不许放酒。大小姐，这老爷子每天就这点爱好了。爷爷年纪大了，血压本就不好。我爸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万一哪天他们2个发生争吵，爷爷喝多了烈酒，急火攻心。爷爷，要不咱们定个约定？我答应您，期末考试碰个第1回来，你也答应我，以后戒酒行吗？商学院的年级第1可不是那么好考的。你看霍家那小子，仗着自己是年级第1，嘚瑟成什么样了？再看看你爸对他讨好的态度，就知道这其中的难度了。我会尽力的。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只要你有这个决心，爷爷当然答应你，从明天就开始戒酒。那谁劝你都不准再喝了，我爸也不行。好，谁来都不行。管家，爷爷嘴上答应了，但以防万一，你必须时刻看着他，绝对不能让我爸私下带酒给爷爷，明白吗？大小姐放心，我一定会看监老爷子。沈芷宁，出来。
霍少吗？他怎么像叫宠物一样叫沈大小姐啊？嘘，人家两家闹退婚呢。不过沈芷宁连理都不理他，霍少这面子可丢大了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明日就将白易柔送回乡下去。你干什么？别装好学了，就你这种绣花枕头，肚子里几滴墨水，你自己没点数吗？你做这些不过是为了吸引我的手段而已。我承认，你的目的达到了。只要你现在为上周的事去跟易都道个歉，我可以大发慈悲收回解除婚约的话。霍锦琛，要不然你给我道个歉吧。听完你的话，我感觉自己被骚扰。沈芷宁，你以前怎么做那我都不管，但这次太过火了，赶紧去向易柔道歉。难道你还真想让我解除婚约？是我哪句话说的不够清楚，还是你理解能力有问题？你不是年级第一吗？不应该啊。什么？婚约解除4个字很难理解吗？你不会想赖着我不放吧？景琛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依我看，沈大小姐这就是吃白易柔的醋，在这跟你耍脾气呢。她怎么可能真舍得放手？就是霍少这么优秀，沈总向来最器重他了。可不是吗？我听我爸说，沈总都准备在沈老爷子死后，将沈氏集团全权交给霍少打理了。沈家怎么可能会舍得放走霍少这个香饽饽？你继续嘴，等到时候你来求我时，就没这么好说话了。沈芷莹，你别太过分！霍锦琛，你不是年级第一吗？怎么词汇量这么低落？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。你少给我装蒜！你凭什么让你爷爷给霍家撤资？你可知道，就因为你的资金对霍家有多重要，我们公司要亏损多少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关我什么事呢？不就是因为我不哄你吗？有必要吗？沈芷宁，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你这种刁蛮任性的脾气？我知道啊，那又怎样？我又不需要你喜欢。同学，给你2000块，帮我带份咖喱鸡。好的，大小姐，没问题，大小姐。喜欢我吗？喜欢，喜欢，我可太喜欢你了，大小姐。沈芷宁，你以为这样做我就会向你妥协吗？本以为你只是耍耍小女生脾气，我还打算跟你好好说话，但你竟然敢使这种手段！我告诉你，你越逼我，我就越不可能受你胁迫。现在霍家是不如沈家，可5年后、10年后，谁又说得准？说的也是啊，沈家虽然现在是首富，可沈芷莹是个草包啊。对啊，霍少可是咱们商学院年年拿第1的修景生，等毕业了各自接当家业，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。没错，等我们毕业，各自接当家业，沈家迟早会败在你手里，而我则会带着霍家扶摇直上，到时就变成你求我了。我跟你无话可说。沈芷莹那个女人，你说的对，景琛，就算沈家撤资，也不过是对霍家的磨砺。我相信你会在困境中变得越发强大，以后狠狠地打沈芷莹的脸。我自然会坚守底线，绝不向这个女人低头。就是委屈了你，这个恶毒的女人竟然敢拿你要挟我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护着你的。景琛就算不娶沈芷婷，结婚的对象也会是个门当户对的女人。霍叔叔已经为了沈芷婷动了要送我回乡下的念头。霍景琛可以任性妄为，但我不行。我已经失去了父母，不能再毁了自己的前程。
好了，咱们先吃饭，吃完好好学习。你这么厉害，比沈芷行这个草王强多了。就他这种废物，期末肯定修不满学分，要被商学院开除，到时候还不知道要怎么被其他人嘲笑呢。易柔，还是你懂我。你这种又有能力又善解人意的女人，比沈芷恒强多了。我绝对不会娶她的。大小姐，你的咖喱鸡。谢谢啦。景琛，其实我真的很害怕，我只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。当年要不是因为我父母对阿姨有救命之恩，叔叔也不会资助我，我更不可能有资格坐在这里。易柔，你别这么说，你在我心里比任何人都重要。可是，在霍叔叔眼里不是。景琛，实不相瞒，霍叔叔最近因为沈家撤资的事情，已经动了要把我送回乡下的念头了。我失去了父母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在商学院，我拼了命考到年级前10，从商学院毕业，最多只能混个学历。我想要真正的立足，就必须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技能。我需要出国深造。好戏要开始。下学期咱们年级有10个去英国交换的名额，景琛，你想去吗？不去。我要是想出国，我爸自然会给我安排。况且我压根没这个打算。以我的能力，毕业后直接接管公司，争取5年内彻底超过沈家。景琛不打算去，那就算我争取到了名额，也承担不起每年近100万的开销，这怎么办呢？大小姐给的2000元到账，走，咱们去吃大餐。好呀，好呀。夜色西城镇。沈芷宁，我知道你是因为我的存在，所以才跟景琛闹脾气，甚至不惜拿撤资来逼他。但我和景琛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，你误会我们了。景琛准备毕业后直接留在霍氏，可我想出国深造。实不相瞒，我只是还缺一些启动和留学的资金而已。这个白痴，我都暗示的这么明显了，他居然就回一个哦，真是个没脑子的草包。所以，只要你愿意给我这笔钱送我出国读书，等我一走，景琛身边没有了我，他的心思肯定就会慢慢放回到你的身上。沈芷宁，我这可是在帮你，我绝对没有破坏你们感情的意思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景琛肯定也会等我3年，他才不会爱上沈芷宁这个草包呢。所以你是打算把霍景琛卖给我？他是你的私有物吗？以他那偏执又执拗的性子，你确认他能同意你这么做？哦，还是说你要放弃你清高的自尊？天哪，他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的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分明是为你着想，这个建议对你对我都好。我不想靠霍家，也没有和你抢男人的意思，你怎么能这么瞧不起人？就算你把霍景琛当牲口卖给我，他也不值我送你出国读书的价。你要真这么有自尊，那你自己赚钱去吧。沈芷宁，我是在给你机会。我和景琛哪个不是商学院的高材生，在经营管理这块比你强了不知多少。你送我出国，能结交我这个人脉，还能趁机跟景琛培养感情，一举两得的事。也就你这个草包不会算账，鼠目寸光。人脉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沈家每年不知要资助多少，你算哪门子的人脉？一个依附霍家的吸血虫，一个现在想要依附沈家的吸血虫。你和霍景琛最般配，锁死，别出来祸害别人了。形容的真贴切，吸血虫配自大狂。沈芷莹，你那么有钱，随便拿几千万出来给我怎么了？就因为这点小钱，你就要得罪我？
甚至得罪景琛，你就不怕我在他面前说你坏话，让他这辈子都不喜欢你吗？赶紧的吧，求之不得。沈芷宁，你这个疯女人！不愧是小说女主，这么狗血的栽赃手段，也只有小说里才会有。易柔，你怎么样？疼不疼？沈芷宁，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昨天你爸才低三下四的给我打电话，我刚准备看在沈家的面子上再给你个机会，今天就又跑来欺负易柔，我看你是真不想嫁进我霍家的大门了。这人自我感觉也太好了吧，还真当自己是个宝了。景琛，你别怪沈小姐，沈小姐其实也是一片好心，她刚刚说要给我5000万，送我出国读书。什么送你出国？易柔，你太单纯。沈芷宁这个疯女人，分明就是想把你从我身边赶走，好独自霸占我。她得不到我的心，就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我没答应她。景琛，你知道我的，就算我想出国，也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。我的尊严不允许我接受任何人的施舍。沈小姐看我态度坚决，气急败坏之下，这才跟我发生了冲突。易柔，你是我见过品性最高洁的女生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你。沈芷宁，赶紧给易柔道歉！沈芷宁，这个贱人，你干什么？第一，不是说我欺负你吗？这口锅都背了。不坐实这个罪名怎么行？第二，这是图书馆，你们太吵了。沈芷英，当初如果不是看在你爷爷的份上，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你中途插班的。如今半学期都过去了，你的学分修满了吗？居然还敢在学校里对同学动手！校长，我愿意接受处分。必须开除他校长！学校是供我们学习的圣洁之地，怎么能允许他这种不学无术、罔顾校规的害群之马存在？没错，校长，我以商学院年级第一的名义请求您开除沈芷彤，还商学院一个清净。沈芷欣今天动手触犯了校规，但按照规章政治，确实还不至于到被开除的地步。沈芷欣，你只需要写个检讨就行。可是只要他在学校一天，咱们学校就永无安宁。难道就因为他有后台，教规就成了摆设吗？你们放心，沈芷宁不学无术，这学期如果他修不满积分，不用学校开除，他自己就会被退学。沈芷宁，看到没？这就是你跟我们的差距。在学校里如此，毕业以后在商场上亦是如此。如果你现在跪下向我和易柔道歉，或许我还能勉强在学业上帮帮你。我会让你清楚，什么才叫真正的差距。这个藏头减少书送你了。颤抖吧，小垃圾！沈芷宁，你！你这个不孝女，你还有心思在外面鬼混？赶紧去给景琛道歉！像他这么有本事的男人，错过了你上哪找第二个？我没空，在看书。看书？别装模作样的学习了。我是你爸，难道还不清楚你几斤几两吗？你就不是管理公司的那块料。你一个女人，老老实实在家相夫教子就好了。商场上自然有男人会去打拼。沈家的家业难道要双手奉输给外人？商战如战场，就你这个草包，沈家迟早毁在你手里。既然你不听我这个当爹的，那你爷爷的话你总听吧。我这就去找你爷爷，看看他把你都惯成什么德行了。
爸，您不能再这么纵容他了。他今天敢拒绝霍家的联姻，明天就敢把整个沈家给做没了。放屁！芷宁是我的孙女，她的婚事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。原剧情里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，因爷爷坚决反对我跟霍景琛订婚的事，和我爸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事情似乎又按照原剧情发展，然而这次不同的是，爸，您不信我，难道还不信芷宁吗？芷英，你快跟爷爷说，你有多想嫁给景琛，你快劝劝你爷爷，别让他断了我们和霍家的合作。爸，我支持爷爷的所有决定，霍家不配跟沈家联姻。你疯了！你以前不是要死要活非他不嫁吗？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？行了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芷宁比你看得清，既然你脑子不清楚，那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你先别做了。爸，你说什么？从明天起，公司的大部分事务先由我亲自接管，你就回家好好反省吧。你们，逆女啊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或许是因为身体里流淌着爷爷的血液，我发现我对这种一一估破各种难题的感觉还挺上头的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明天就是期末考了。今天我先宣布这学期的累积学分。第一名霍景琛130分，恭喜你，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。第4名白亦柔108分，你真给特考生争脸面。不愧是学生情缘，学分都这么高啊！商学院学分多难拿，平时那么多活动，只要参加一半，再加上期末不挂科，基本都能拿个及格的80分，最差的也能混个60多分。那个中途插班的大小姐，平时好像一个活动都没参加过吧？她能拿几分？第5名温景然103分，第6名季云熙101分，第15名陆瑶92分，沈芷宁0分。我去，0分！她这是彻底摆烂，下个学期不打算读了吧？可不是嘛，人家霍景琛都跟他解除婚约了，他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估计受了刺激，也没心思学习了。草包就是草包，怎么包装都没用。看看人家白亦柔，出身微寒，却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到第4名，太励志了。商学院有硬性规定，除非沈芷英能在接下来的期末考试里考到年级前3，否则因为学分不够，她被退学是板上钉钉的事。首富的独孙女被开除，这可是好炸裂的新闻，我都不敢想。等成绩公布后，他要被全网嘲笑成什么样？景琛，这下沈芷宁终于能滚出商学院了，真让人神清气爽。连一个学都上不好，还指望他管理好沈家的公司，沈老爷子真是糊涂了。等他退了学，沈家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以后还不是要求到我的跟前？沈芷晴，老师知道你家里条件好，但学业同样重要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下面我宣布期末考试的安排。本次期末考时间共有3天，一共要考9科。这不仅关系到你们的绩点，更关系到学分的清算。希望大家认真对待。解散。好的，好的。现在考试开始。
沈芷宁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谁稀罕你给的机会？沈芷宁，别装了，看到我亲自来校门口找你，你心里指不定怎么得意的吧？霍少爷，好狗不挡道，让开。我今天来是看在我们两家以往的情分上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听好了，第一，立刻收回沈氏集团之前对霍家的撤资；第二，真诚地向易柔和我道歉；第三，公开向媒体承认上次解除婚约的过错，所有过错都在你，以此挽回霍家的颜面。只要你乖乖做到这3点，我就答应和你继续联姻。等我们毕业之后，我也会勉为其难的帮你接管沈家的公司，怎么样？你干什么？看见这巴掌没？你再多废话一句，他下一秒就会结结实实的出现在你的脸上。沈芷宁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是看在你爷爷的份上才对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，否则就凭你这个草包，凭什么入我的法眼？什么法眼？我看你是斗鸡眼、青光眼，重度瞎了眼。你有空在这施舍我，不如赶紧去医院挂个脑壳，跟听不懂人话似的。脑子不好使就多吃猪足果补，别出来污染空气。大小姐，请上车。沈芷英，你记住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等这次期末考成绩出来，我就会以年级第1的身份从商学院光荣毕业。毕业后，我会立刻进入霍家公司，未来不超过10年，霍家肯定会彻底超越你们沈家。到时候，你就算跪着哭求我都没用了。叔叔，开车。是，大小姐。沈芷英，你这个疯女人！沈家跟霍家不是都解除婚约了吗？沈大小姐怎么还来参加霍家的晚宴？呵呵，好歹是商场同僚，虚与委蛇的表面情面总要维持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芷晴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是这里的地板太滑了，我没站稳，求求你别怪我。又来了，这脑残的剧情。沈芷宁，不就是一件裙子吗？赔给你就是了，有必要一直为难易柔吗？行啊，赔钱就好说。这件礼服是我上个月专门从法国高级工坊定制的，独一无二，3600万。发票我刚刚已经顺手发到你邮箱里，查收一下。天哪，3600万一件裙子啊！首富家的定制礼服用的都是顶级绣工，这个价格确实正常。霍少这下踢到铁板了。沈芷宁，我最讨厌你这种锱铢不教的性子，不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吗？易柔她刚刚已经诚心诚意的跟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赔钱啊！这不是你霍大少爷刚才自己亲口说的吗？怎么，现在想赖账？3600万对你们沈家而言不过是9牛1毛，根本不足挂齿吧？你这么有钱，差这一星半点吗？这你也要？沈家有钱那是沈家的。再说了，3600万对我不算什么，但对你们现在的霍家来说，可是一个不小的小目标。少废话，赶紧转账。哎呀，宁宁，别跟这2个不懂事的东西置气。白易柔今天开罪了你，你放心，你霍叔叔绝对不会姑息。过段时间我就做主给他一笔钱，安排人将他送回水城去，以后绝不让他再低头碍你的眼。送回水城？不，我好不容易才爬出那个穷乡僻壤，好不容易才过上今天这种有钱人的生活，我绝对不要回去。
沈小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了。求求你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不要让霍叔叔赶我走，好不好？闭嘴！你既然做了错事，开罪了宁宁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这种求情的话？我们霍家丢不起这个人。爸，我不允许你赶他走。如果你非要赶易柔走，那你今天就把我也一起赶走吧。霍伯伯，您要是真的铁了心想赶白姑娘走，私底下随便安排2个保镖，1张机票就能把人打发了。您偏偏挑在今天，当着这么多有头有脸的宾客面前，大张旗鼓的把这事儿提出来，怎么？这是指望着我当这个恶人呢，还是想给我施压，逼我大度啊？沈家这千金，未免有些过于霸道了吧？得理不饶人。听说他自小被沈老爷子宠坏了，这脾气性子难免差了些。这姓白的小姑娘也真是可怜，无权无势，听说还父母双亡，如今在这帝都还要被这样气怼，连个容身之处都没有。没办法，谁叫他得罪了沈家千金？霍叔叔，我知道我今天做错了事，但我真的不想离开锦城。我明年就毕业了，在商学院的成绩非常优异，日后一定能进公司帮您和景霄的忙。请您看在我的能力的份上，不要赶我走好吗？这姑娘倒是不简单，商学院的学习难度多大呀？能进去就不错了，她居然还能成绩优异，可不是嘛？以往商学院毕业的那些学子，出来后哪个不是各行各业的精英，能力突出？霍家要是有了这股助力，倒也不错。最重要的是，这姑娘对霍大少一心一意，这重点是自己人，用着放心啊。相比之下，沈家这位千金除了出身好、投胎好，整天只知道买高定礼服，就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。听说沈老爷子最近还张罗着有心培养这唯一的独孙女呢。偌大的沈家要是真落入他手里，我看也没几年光景了。哎，你们快看，商学院官网更新了，这一届的期末成绩和综合排名出来了。霍叔叔，您看，这是商学院刚公布的排名，我这次考了年级第6。年级第2。爸，我这次期末确实有些发挥失常，倒也理解。不过您放心，加上我平时积攒的那些超高学分，综合排名我应该还是稳坐第1的。爸，看在我和叶柔成绩都这么优秀的份上，你就答应我这个要求，别让她走。哎呀，一个第2，一个第6，2个商学院的顶尖学子坐镇，霍家真是有福气呀！谁说不是呢？看来霍氏集团日后在这2位年轻人的手里，定能更上一层楼了。就是沈小姐，做人不能太霸道了。难不成就因为你的一己私利，就要生生歪没如此优秀、能造福霍家的才女吗？话说回来，沈小姐，如果我记得不错，你这学期好像也在商学院读书吧？大家都在查，你怎么不查查你自己的成绩？就是啊，怎么不查？该不会是考得太差，没脸查吧？我听我那同在商学院的儿子说，沈小姐这学期在学校的学分可是0。天哪，学分为0？难不成沈小姐要成为咱们这圈子里头一个被商学院开除的人吗？芷宁啊，商学院毕竟门槛高，易柔能考这个成绩，确实能帮到景轩。年轻人嘛，有竞争才有进步。真善变啊！爷爷，
谁说我不查成绩？我刚才只是在等我爷爷到场。既然大家对我商学院的成绩这么感兴趣，那今天就当着我爷爷的面儿查。不过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。沈芷宁，你又要整什么幺蛾子？这些年，我的父亲以2家联姻的名义，明里暗里给你们霍家送去了多少资源？但你霍景琛不仅对我态度恶劣，多次置我于水火之中，甚至私下里有侵吞我沈家家产的嫌疑。还有你白亦柔，身为霍家，在明知道霍景琛跟我有婚约的情况下，还整天跟他不明不白拉拉扯扯。今天甚至故意弄脏我的高定裙子，企图让我当众难堪。至于霍伯伯，说的好听叫一声伯伯，其实也不过是个想吃绝户、想要蚕食我沈家的白眼狼而已。还有在座的各位，刚才有一个算一个，跟风出言重伤我、羞辱我，所以我今天将丑话说在前面，往后若是再有人敢在我面前搬弄是非，就别怪我沈芷宁不给沈家面子。今日过后，沈家不管做什么举动，各位能不能承担得起，那就要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。希望到时候你们别太怨恨我哦。不过，就算你们怨恨也没事，反正也耽误不着我吃饭睡觉。沈家要是真动起手来，咱们确实吃不消啊！他怎么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威胁？爷爷，查吧，只要我成绩好，以后就能光明正大的进公司帮您，到时候绝对能死死堵住这群人的臭嘴。好，哈哈哈，不愧是我沈建国的孙女。查，爷爷给你撑腰，看谁敢多说一个字。不，绝不可能！沈芷红这个草包只是在虚张声势，故意放狠话而已。就凭他那点脑子，怎么可能考出好成绩？在商学院，只有像我这样的天之骄子才配拿第一。沈芷红绝对不可能比我优秀。景琛，沈芷宁的成绩千万不能比我好。如果他真的考得比我高，那我今天不仅成了一个笑话，我就真的只能滚出霍家，回乡下了。我不要回去。看见没？年级第一，谁说我沈芷晴是草包？谁说我不如霍景琛，甚至比不上白亦柔？我沈芷琛不比任何人差。怎么可能？这绝对不可能！就凭你沈芷宁，你怎么可能考第一？你是个废物草包！你明明是个废物啊！一口一个废物草包，你可知我是谁？你可知她是我唯一的孙女？是啊，沈芷宁就算再不济，那也是首富沈建国唯一的亲孙女，轮得到我们来嘲笑吗？龙生龙，凤生凤，首富的孙女儿能差到哪里去？咱们刚才真是被霍家给当枪使了。沈老爷子，您看您怎么还动起怒来了？孩子们年纪小不懂事，小辈们互相开个玩笑，闹着玩而已。咱们做大人的就别跟着掺和了吧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哼，我孙女刚才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她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你霍家的门，这是我第一次来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沈老，沈小姐，我们刚才糊涂啊，您千万别和我们一般见识。沈小姐，是我嘴贱，求你给条活路，别撤销跟我们公司的合作啊！霍叔叔，沈家要对付我们了，沈家该怎么办啊？
丧门星，要不是你挑唆，霍家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赶紧给我滚！滚出霍家！爸，我不让易柔走，反正我们现在已经彻底得罪了沈芷宁，你就算把易柔赶走，沈家就会放过我们吗？留下易柔，她的成绩在商学院也是拔尖的，她能帮衬我管理公司，只要给我5年时间，我肯定能带着霍家彻底骑到沈家的头上去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逆子，别在这里做你的春秋大梦了！别废话！白易柔必须滚，你也必须去给沈小姐跪下道歉，否则你今天就跟她一起滚出霍家。大小姐，这1个月以来，我们联合了所有合作商，对霍家的资金链进行了全面围剿。就在今天上午，霍氏集团的股票彻底跌停，宣告破产。5年时间，霍景晨，我连1个月的时间都没给你留。哈哈哈哈哈！沈芷宁，你别闹了，再闹下去就不好玩了。我知道你做这么多不就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吗？我知道你喜欢我，只要你不让霍家破产，大不了我委屈一下跟你结婚，以后你想怎么样都行。这人疯了吧？沈家大小姐图他什么呀？保安，把这个神志不清的疯子给我拖走，以后别让他出现在沈氏集团100米之内。沈芷宁，你别后悔，就靠你一个人是根本经营不好沈家的，只有我这么优秀的人才能带领沈家走向辉煌啊！你迟早会求着我回去的。以上是我近期的汇报。沈小姐这1年在商学院的实战成绩，大家有目共睹。第1年就完成了5个亿的目标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沈氏集团年轻一代掌门人沈芷莹在接手家族企业第1年，便以惊人的商业天赋完成了5个亿的目标，被誉为今年最具影响力的年轻企业家。该死的沈芷莹，你给我等着！总有一天，我霍景晨会翻身归来，然后狠狠地把他踩在脚下。吃饱饭赶紧去工地，下个月的房租水电都交不上了，别忘记你还欠霍小姐一件礼服裙的钱。